人呢？躲躲藏藏的，老子薅死你！给老子出来！我操！哎！哎！你没别的事儿干吗？你怎么老来打我呀？我又打不过你。你现在可以啊，一眼就能认出我来了。惠家4年除夕夜，你在玲珑花界喝花酒，欠下了花酒钱，可是你爹爹我亲自给你还的债，当时你还跪下来感恩戴德的谢我呢，怎么就忘了呢？惠家4年除夕夜，我都不在扬州。哟，还想赖账不成？谁赖账了？老子行得正，坐得直，就连杀人放火都敢认，真的不敢认吗？说没去就没去。老子的娘就出身青楼，从来不喝花酒。你少在这儿血口本人啊！难道是我记错了？肯定是你记错了呀！不可能，当时4哥跟我在一块儿呢，他能替我作证。谁没有个证人？我当时跟那个妙水执行药物呢。哦，原来在玲珑花界喝花酒是在执行药物呢？不是，在魔家村执行药物。还在魔家村执行喝花酒的药物啊？花酒不喝花酒呢，在魔家村杀人。杀什么人？杀！哎，村民。那些村民可都是我师父秋水鹤杀的，你们元婴宫才没那个本事。我们元婴宫，元婴宫怎么了？惠家4年除夕夜，魔家村全村被屠，元婴宫才是罪魁祸首。是也不是？是你们教王设计陷害天山派，让天山派成为替罪羊。是也不是？说话！不能说是陷害，主要是秋水老儿太贪了，要不然这黑锅也扣不到他头上。你现在最好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告知我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。谷主，周行之周公子送来信件，他说他和夏公子在宿州附近遇见了霍七公子，他们已经协力将小龙和几个孩子救出来了。暂时先就近把孩子们送去鼎剑阁，之后再把孩子送回来。
好。那霍展白呢？信里没提。哦。谷主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先回去歇息吧。云狗，或是面存真凶。雪瑶，你主人呢？你怎么独自回来了？灭村一事，果然玉元一公脱不了干系。霍展白呢？他可又是身处险境难以脱身，又或者是重伤倒在半路了？这么早，谷主要去哪儿？我离谷一趟。可是为了霍七公子，外面天大地大，谷主要去何处去？雪耀会带我找到他。那我同谷主一起去。时间紧急，我骑马先行一步。他若是受了重伤，肯定骑不了马。你和风律随后备好马车赶到。可是你的寒疾，无碍。霍展白，霍展白，霍展白。
战白。谷主，你的寒疾已经发作，必须现在立刻马上返回药师谷。如果我现在回去的话，他会死在这儿的。可是，谷主，你的身体……谷主。不可，谷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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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制服丸虽能暂时止住寒疾，却是饮鸩止渴。药效过了之后，马上会产生反噬，你的病情会更严重的呀！如果你们真的担心我，就赶紧备药。白桃花、白芨、仙鹤草。霍战白，你醒醒啊！霍战白，霍战白，你是时候该醒过来了。霍战白，霍战白，霍战白，你快醒过来！你快醒醒！霍战白，木儿的药还没有凑齐，你快醒过来啊！你还要去凑齐药呢，霍战白！霍战白，霍战白，你不是有情有义、信守承诺的吗？你欠我那么多的诊金，你都没有还，你得把我的诊金还上啊！
我看你根本就是个无赖，你不守信用。你现在不仅连墨儿的命都不管了，你连我的真亲都要赖掉。侯振鹏，侯振鹏，你不是想喝下红尘吗？我已经在别墅底下埋了2袋下红尘，我本来是想要跟你一起喝的。你快起来，你快醒过来啊！如果你不起来的话，我就自己喝了，到时候你就不要怪我。我振鹏，我振鹏，三女儿，我要没死。没死，你躺在这儿做什么？我以为我快到药师国了，便躺在这儿了。你给我小龙他们的消息。放心吧，你4哥还有8弟已经将他们安全送回顶剑阁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怎么出国了？没事儿。哎，谷主，谷主，谷主已经离开药师谷太久了，必须马上回去。可是马车在下面被卡住了。交给我，我先送他回去。可霍公子，你刚刚才……你们血谷主妙手回春，我的身体已无大碍，我先骑马送他回去吧。把他扶起来，来。谷主回来了，是谷主，快去！好，谷主，谷主，谷主怎么了？谷主怎么了？谷主寒疾发作，快带他去温泉。等等，子夜服了制服丸，温泉已无用，送去药炉。好。跋涉过了万水千山，又何惧命运的霜寒？若长夜寄山，我便为灯盏，照破余生黯淡。怎么样？他醒了吗？霍希公子，请放心，谷主暂时没有生命之危，不日即可醒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宁伯伯，
可是还有什么不妥？当年子夜沿着冰河顺流而下，飘到了药师谷。虽然雪怀公子把唯一的伏兵给了他，但子夜也在水中漂了一晚上。冰河的寒气深入了骨髓，从此落下了寒痹症。前任廖谷主给他开了一方，令他调养，但是多年来劳心劳力，沉疴入骨，这病症倒是逐渐加重了。方子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管用了，现在只能靠着药炉里的温泉养着。是我连累了他。子夜心里应该清楚，你为了他赴汤蹈火，他岂能置你于不顾呢？他应当是希望不要再有人因帮他而死了。我听双红说，子夜是为了救你性命赶不回来，于是服了制服丸。那制服丸的药力非常猛烈，再加上此次出谷时间又太久，他经此一遭，以后要想出谷，恐怕是难上加难了。宁伯伯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你有伤在身，回来后还没有休息吧？喂，子夜现在已无大碍，你呀，还是回房歇息吧。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莫要辜负了他冒险救你。知道了，伯伯。霍七公子，谷主的暖床12时辰烧着，也用不了这么多柴火。你还是回去歇息片刻吧。更何况你的伤还未好。你照顾谷主便可，不必管我。谷主，你醒了。谷主，你醒了，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呀？没事吧，谷主？谷主，冷不冷？来，慢点。谷主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霍公子，霍公子，谷主醒了。我昏睡几日了？有一阵子了。谷主刚刚很不可以，可是做了噩梦。可是梦到蒙家村的人们了。冷，好冷。冷？这暖床烧得热热的，怎么会冷呢？可是我的寒症又加重了。徐公主，
孤身如烟赴长夜，命运沉沦，漩涡之中深陷。谷主昏睡时几日，霍七公子日夜守着，不是砍柴，就是烧暖床，一刻也不曾停下过。红了眼眶，好心伤。伤都好了，你的寒疾怎么样了？无碍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又不是死了。都是我不好。可不都是因为你。我同你讲过，只需救出小龙他们，无需为其他事情耽误。你为何不听？当时四哥老八都在现场，我也深知他们定能保证小龙他们的安全。我也知道此事和云一公脱不了干系，但终究没能问出来，反而连累了你。抱歉。那这回总该以死谢罪了吧？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你想怎么处置，悉听尊便。还当真了？不必在意，虽然没有找到真相，但好歹多了一丝线索。我相信，终有一日会真相大白的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可是什么？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欠人家人情。这一次，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。我这药师谷里头，四季景色各有别致，有的是美景。不管怎么说，终究是我欠你个大人情。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定赴汤蹈火的帮你。我虽昏睡了几日，但醒的也算是时候。掐指算算，昙花应该在今夜就会开放。你平日话最多，今日可不许惊扰昙花开放。谁见摇橹中香缓缓透过窗，素手到底垂目而你轻抚上，寻你目光落花掌心。你见过昙花开吗？开口心事全抹下。没有。你呢？儿时祖父总是带着我一起等待昙花绽放，他怕我年幼坐不住，就会提前去京城的集市上给我买许多的托花瓷，让我边吃边等。可是每一回我都是吃着吃着便睡着了。看过很多次昙花，却没有见过它一次是开的。如今想起来真是有趣，每回都是我闹着要看，却一次次的错过。你今天一定会见到的。希望吧。看着这昙花，倒有些嘴馋了，
想起儿时祖父给我买的那透花瓷，若是遇上现做的，外皮筋道，里头软糯，口感甚好。京城离这不过100里，你真的那么想吃的话，下次给你带回来。透花瓷得吃现做的，口感才最好，不必麻烦了。怎么了？真的开了。能让人心动的美丽，莫过于昙花盛开的瞬间，极短，却又铭记于心。彩云易逝，琉璃易碎。这世间的好物，总是不胜监牢。你以后别再逞强了。你这一次逞强，足足睡了几日。若不是醒来及时，岂不是错过了这昙花盛开的瞬间？你要是再逞强，万一下次真错过了什么怎么办？啰嗦。我认真的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下次无论是谁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见死不救，这总行了吧？花开一瞬，的确可惜。云散终会重聚，琉璃若是细心呵护，也不会破碎。唯有这花期难改，终究是短暂相逢。短短一瞬，若是能定格于心，也算是永恒。花开花落，皆有定时，不可逆转。但只要抓住一瞬的美丽，就不需遗憾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最近总是发愣，是不是没有休息好？还是那日救治的太急，落下了一症？我看看。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那早点休息。
失此良机，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再取那南宫老儿的人头。哼，只差一步，只差一步，我袁一公就可重返中原武林。属下办事不力，听信谣言，才错失良机。头，你上来。刚刚明丽说，当时只有你一人以药物为重，不肯撤离，可有此事？是。明丽虽铸成大错，但她心系本座安危，才主张撤离。可你呢？如果顶剑阁真的攻上西昆仑，你是想等着我死，再取代我吗？属下绝无此意。看来呀，掌管修罗场之后，你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教王，是否将他押往雪域？雪域？雪域太便宜他了。童，前日雪域里刚好死了一只獒犬，既然笼子空了，就由你来填吧。是。别看，人用走，狗用爬。自己带上。
主，你身子还很虚弱，不能站在此处吹风啊！快回去休息吧。谷主，你身体可还有不适啊？谷主，我去给你添个手炉吧。哎，谷主，你有事就喊我们嘛。我只是虚弱，又不是快死了，就不能出来透透气？是啊，谷主心里自然是有数的，出来透透气、晒晒太阳也是好的。我本来昨天还担心呢，谷主的身体不会好得这么快，但现在看来，谷主明天可以和我们一起快快乐乐的过中秋节了。那可得好好准备准备，热闹一番。谷主，我要吃豆沙馅儿的月饼。那我吃五仁馅儿的。我要吃莲蓉的。谷主，我不挑，我都要。我也什么都要吃啊！一会儿再吃，先把酒倒上。哎，倒上！哦，这么多菜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来，中秋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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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急什么？又没有人跟你抢。趁热吃才最美味。热无灼灼，寒无苍苍。寒温中事，雾气将迟，乃不治邪僻也。好，都别念了，我等会儿吃还不行吗？看来你们近日没少看医书啊。那是谷主教的好。少拍马屁。这个不烫了。喝一个。这个好吃。薛谷主，好甜啊！敬你一杯。中秋快乐，顺遂安康。霍去公子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你怎么能只和谷主一个人碰杯？我们应该一起碰杯，这样才能圆圆满满，对不对？说的是，来，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！快乐！我再给你倒一杯。谢谢。霍去公子，你和我们谷主划拳赢过吗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我们谷主特别厉害，我教你。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该回去歇息了。我有重要的事情教育你们。什么事啊，谷主？明晚你们下山的时候，在集市上给我带一些好玩的、新鲜的东西回来。哦，这个好说。前几天我去收顾院的时候，听说从漠北来了一个行脚商，他那儿丢有不少好玩的东西。钱不够的话，就去库房拿。去吧。好，这个我也拿走了啊。我也给你拿上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走。你走。谷主，平日里我也惯不喜欢热闹，我留在谷里跟您一起。双红，你同他们一起去。还有你也去，别在谷中叨扰我。既然谷主身子虚弱，不便出谷，那我们把镇上的东西都买来便是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谷主刚才得知密村另有隐情，今日是团圆佳节，肯定会更加思念孟家村的亲人们。二位姑娘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感觉怎么样？
元一宫的五明子，除了妙风，人人都曾来过这儿。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好奇，你究竟是人还是怪物呢？但凡是人，经历过这狗笼一遭，必定会心神崩溃。但如果是怪物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看你，就沉稳得很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想要什么？敢开口要修罗场的人，一定不会甘心就在这狗笼之中吧？特别精致，特别适合你。好可爱这都上好的东西。你看看这个也好。来，给您包好了。这个多好看！我喜欢。看看这筐可好用了，谷主，您看看灯笼吧，您看红的黄的都有。谷主，你看，谷主，这个给你。谷主，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谷主，你看这个多好看，还有这两个。谷主，拿着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谷主，我给你带上，来。谷主，后面还有惊喜，走。糖葫芦，酸酸甜甜的糖葫芦。姑娘，请问糖葫芦能够抵债吗？哦，可以。我怕你这一把子的糖葫芦全都抵了，也只是9牛1毛吧。积少成多嘛。怎么样？还有很多新鲜的玩意儿呢，要不要到处瞧瞧？去吧，谷主，去看吧。是啊。谷中如此热闹，8成是睡不着了，去看看吧。小常，你帮我分了。我的都是我的，什么都是我的。我也要一个，给我一个。要有把我拿来抢，你还我。谷主，送你一个。编得真好。薛谷主，您来了。李大爷，你也来了。啊，是。吃块红薯吧，热乎的，暖暖身子。哎呦，烫着呢啊！我来拿吧。哎，好。真香，谢谢李大爷。你慢走啊。薛谷主，选个糖人吧，什么样的都能做。凶神恶煞、丑陋之人也能画出来。谷主说的是，是，你看我干嘛？给。的确有几分神似。还行吧，都不及我半分的英气。谷主来试一下。来，您玩，你也来，快！好呀。哇，中了！哇，厉害！谷主好厉害！
见真的。是透花瓷。你不是说现做的最美味吗？今天让你吃个够。谷主，这透花瓷皮韧馅糯的，可难做了。这刚出锅的最好吃了。小程，怎么样？可还是儿时的味道？怕是许久未尝过了，所以才格外美味。让我想起了莫家村，以前逢年过节，有好几家人都抢着让我去他们家过节。我知道，他们是怕我一个人冷清。过节嘛，本就应该热热闹闹的，一个人过得多无趣啊！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往后每年过节，我就邀请他们来药师谷一同欢聚。你到底花了多少银子，才说动乡亲们把集市挪到药师谷的？分文未花。你该不会是把账目都记在我药师谷头上了吧？是周围村子这些乡亲们一直感念你的恩情，承蒙你的医治。我刚一说，他们很爽快就答应了。对了，我怎么不记得这个镇子上有会做透花瓷的村民？那这个镇上的确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便去周围的村子，寻遍所有会做透花瓷的商贩。这几户啊，倒是花了些银子。你放心，都是从我酒钱里出的。难得你这个酒痴竟会为了他人舍掉酒钱。你又不是他人，你可是我的债主。这该不会也是你准备的吧？谢谢。你知道这昆仑玫瑰为何如此珍贵吗？不知道。这寻常玫瑰一年开3次花，而这昆仑玫瑰呢，一年只盛开1次。一瞬生，一瞬灭，在最绚烂的时候流光瞬息，而那些人不过是一些渣滓竹墨。如今能够滋养我的这些花，能看到那一刹那的风华馥郁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童，这宫中的规矩，你应该是明白的。能者上，庸者下。属下若再让教王失望，愿自行领死。下去吧。是。今日的玫瑰格外艳丽。
交往。如此仙姿玉貌，让我看得仔细些。不要救我！妙风石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的笑容真令人和谐？好美的脸啊！哼。妙神石，出去！出去！是。脉乃气血先见，气血有盛衰，脏腑有偏盛，气血巨盛，脉阴阳俱盛，气血巨衰，脉阴阳俱衰。谷主，看什么书呢？《伤寒杂病论》。杂病与伤寒不同，需要伤寒外感遍六经，杂病内伤分脏腑。谷主，咱俩明白了。真是长进了不少。谢谢谷主。接着看吧。嗯。气血气偏伤。谷主。谷主。哎，谷主，你还病着呢，让小程来。小程，我可是许久未考你的功课了。谷主，我最近可努力了，你随便考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当归补血汤虽以当归为名，但实际用药若是比例错了，功效却相差甚远，这是为何？小程懂得，当归补血汤虽以当归为名，却实际以黄芪为君药，黄芪的剂量是当归的5倍。其意有二：第一，重用黄芪补外王之阳气；二是使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。真是长进了。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晚上给你加个酱肘子。谢谢谷主。谷主，谷主，你看我摘的。摘这药需要特殊技法，
需要取其坚而去其心，千万不能混淆。我就是这么做的。难得风律如此仔细啊，不错。谷主，我保证我以后都这么仔细。那可太好了，我可以少操点心了。谷主，来，弄好的给我吧。好。谷主，薛谷主，薛谷主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我想请薛谷主教我识别一下解毒的草药，若是日后被蛇虫咬了，方便自救。你是看我在谷里溜达了一圈，好像哪里都不需要我，所以故意给我找点事做，是不是？薛谷主，你误会我了。这些丫头们呢，平日里一问三不知，今日却是事事仔细周到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还不是因为薛谷主你教导有方啊！我看你就是太闲了，不如我给你安排点事儿。薛谷主，你带我来这干什么？把这些风灯摘了吧。你该不会觉得我太闲了，故意给我找些事情做吧？我可没有你这么无聊。你挂的风灯，可不得你自己把它摘下来。知道是我。还未曾谢过你。若不是你的这些明灯指路，我恐怕走不出来。走出来便好。一转眼，已经这么多年了。花落眉间，人面似初见，怎么闻来天有雨雪？红炉暖绿一帘若长绝，杯墨写人间卷独长夜。自去经年，念君如明月，遥望忽烟无眠。
这些也要全部拆掉。以后不需要了。被默写人间卷土长夜，自去经年，年君如明月，遥望不言无眠。谁把相思命中牵？不求君知心悦，问尘缘明灭，梦里烟花现，执手一程一了夙愿，执手一程一了夙愿。只愿你早日发现其中生机。师父，徒儿今日终于明白了您的苦心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不如我也带你去个地方吧。我找了几日，终于在谷里找到看日落最美的地方。好美啊！采集无根水的地方离这不远，可我却从未踏足过此地，也从未发现，竟还有如此风景。现在发现也不迟。烟霞成锦，真是绮丽如梦啊！从这里望去，远方辽阔，漫天光彩，不光是视野，整个人都变得开阔起来。以前有病人入谷求医，我便替他们医治；没有病人，我就寻求真相，唤醒血怀。日复一日，早已习惯。我真的不知道，除此之外，我还能再做些什么。不过刚刚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，
或许我应该为自己而活。这世间还有许多的未解之毒、不治之症，我需要再更加精进医术，出书著方。还有，我早就希望双红他们可以早日出师，替我去更远的地方行医。若是可以，我希望有一日可以医治好我自己，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。这么说来，你到时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，但我相信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以你的才能，一定都能实现的。那你呢？自然是先为木耳寻那第5味药。我是说为你自己。我自小便立誓，行侠仗义，锄强扶弱。后来行走江湖，加入鼎剑阁，倒是一直在践行最初所愿。不瞒你说，自从与薛谷主相识之后，我倒是多了个愿景。什么？从前，我扶危济困，只是救人之身。后来看你行医救人，不光是救人之身，还医人之心。我也希望如此，不仅能解人一时之困，更能平一世之患，一一铲除这江湖中所有的恶徒，尽此生之力，让这世间少些疾苦，多些喜乐。如此说来，倒是因为我，你才能悟出这个念头，岂不是要给点酬金？以你眼前的美景酬谢，不知能否相抵呢？欠着。